在大西北，你知道一碗白面配一盘小菜的含金量有多高吗？这是我自驾旅行甘肃的路上，1年前我在河西走廊认识了这位善良好客的奶奶，她热情招待我进屋做客，给我做了一碗面，让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味道。时隔1年，我又重返河西走廊，印象中荒芜的戈壁滩幻化成春意盎然的绿洲，而这一次的重返却让我感慨万千。风里雨里，我在村口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，这个是波妞，这个是安妮。咱们现在呢又来到了甘肃河西走廊。我每一年我都会来甘肃啊。我去年呢在这个河西走廊认识了一位奶奶，她非常的善良，热情好客，给很多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一次我来到这边呢，我决定再去探望一下她。今天我就决定开着车从这里出发，中途呢要经过几百公里，中间会穿越一些沙漠、戈壁滩，去到奶奶家里。现在跟着咱们的镜头一块儿出发。你好，深蓝。哎，出发去张掖。出发前咱们把这个模式给先切换一下。OK， 抓稳喽，安妮摩妞。一路风尘仆仆，肾上腺素飙升，侧躺在副驾，一边按摩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，治愈了我这一路的疲惫。重回河西走廊，真的感慨万千。其实我以前对它的印象也是荒芜的戈壁滩，风吹过来，满嘴都是沙子。可这个时节的河西走廊，却是金灿灿的油菜花，以及嫩绿的枝桠，还有那白雪皑皑的祁连山，是不是完全颠覆了你们对河西走廊的认知？哇，真的太美了，兄弟姐妹们，你们看，太漂亮了！关键是远处还可以看见雪山呐。这一路长途跋涉过来呀，真的太美了。这边我太喜欢这个祁连山脚下的这个村子了。今天还能看见雪，上一次来没看见啊。今天运气太好了，即将到达目的地，我们要到了。啊，你看他们这里真的好漂亮，咱们就把车停在这里。OK。咱们现在到了，哇！时隔1年，我又回来了。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哦。咱们现在先去见奶奶，我把东西给她带过去啊。下来吧，下来吧。咱们给奶奶带了一些东西啊，给她提过去。嘿嘿嘿。还有一个小伙子嘛，不知道他在不在家啊？我给他们也带点礼物过去，跟他们唠嗑唠嗑。哎呀，走了，进村了。你们看一下远处那个雪山啊，在那里非常漂亮。走这边，还记得奶奶家吗？我记得奶奶家，他们就在前面啊。那个奶奶人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我说啊，这一次路过啊，怎么都得来他们家一趟啊。而且他去年就跟我讲了，他今年要来。哎，我记得是这里呀。还是这里啊？也不像是这里啊，我记得。其实说实话，我有点记不住，是不是这里啊？好像是这里了。奶奶，奶奶，不会人没在家吧？他说的每一年，他夏天都会回来，只有冬天他才会跟着自己的孩子去城里。理论上来说，他门应该是从里面锁的，就说明他应该是在家的。奶奶，奶奶呀，他肯定是在家里面的。应该是在睡觉吧？哎，可以在这里上来看。哇，你看他们这个院子好漂亮啊！你们再看一眼这边，好美啊！奶奶，咦，爷，你们好。是你来过的？啊，来过的，就是他们家在哪儿哦？没人呢。没人。长途奔袭2000多公里啊，得知奶奶不在家中，心里面肯定是会很失落的。就在我准备放弃离开的时候，奶奶步履蹒跚的从院里走了出来。这里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们路过了。好着呢吧？哎呀，奶奶，来。那你该来点酒了吗，妈？哎呀，哦哟，喂，给你带点吃的喝的。哦，有话得给吃的喝的去。就给你放外边聊啊。咱们有聊啊，聊，小别，聊。哦，你的娃2个丫头啊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很好，好吃哦，很好，吃啊，我能做啥能吃啊，吃了该啥了该啥。哦，你刚回来了？这冬天这茶咋都在这呢？冬天都在这儿。冬天在这呢，这城里那楼上呢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不在家了。我不在家干啥？咱又没死掉。哎呀，你说这些话好着嘞。身体好着呢。
看呀，看视频的。在打语音通话。你们好，阿姨。你们又回来了？对呀，看一看奶奶，她心态好了。我们说话有时候不你听不懂嘛。还好，有时候能听懂，有时候你们说快了，我就听不太懂了。你们在做饭吃了，阿姨？哎，对。他们在城里呢。他们在城里了啊。啊，跟奶奶拍的照片哦，在那儿的，给她拍的照片，去年给她拍的照片。嘿嘿嘿。快来。好，谢谢奶奶。来，好嘞，来，吃点啥？你坐了。哦，对。哎 ，no， 不能，安妮，坐下。奶奶心太好了。我还吃，人家还搁桌子不吃。他要吃你手里面那个大的。我给你管着吃，快喝呀！好，我们慢慢喝啊，慢慢喝。哎，又跟他拿馍馍。人家还没吃饱呢。还没吃饱。你留着自己吃吗？快喝上。好，婆婆。你这不是喝呀？这里的安妮。有一句老话叫“喂不饱的狗”。啊。都吃你的吃就太了啊。啊。你吃完就埋头。谢谢奶奶，谢谢。还好着吧身体？好着呢。好着呢。进屋以后，跟奶奶寒暄了许久。她说会经常想到我，后面还给我打过电话，但是没人接听。我才想起去年给她留过号码。其实人老了，突然有一个陌生人这么关注她，老人家肯定会惦记她的好，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孙子一样。今天咋个菜都浪里了，早上不浪里，咱早上不有脸呢？早上啊，早浪里呀。没懂。我说的，你们不是旅游来了上？啊，对，旅游来的。我说你们浪里去跟你老婆拉啥，老妈拉啥？讲完这讲有旅游来，你咋没拉？之前不是叫你把你爸爸妈妈拉进来？他们在家晕车呢。不能来晕车呢。我成语的很闺蜜日呢，要睡觉嘞。这孙儿子的话，那也跟你治下了，真的忍下了。这孙儿子考了大学了。你的孙娃子？考大学了。考了大学了，然后在那是播音的上。播音？你是播音。你的孙子也想学播音主持，我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？懂吗？完了，这个我感觉理解错了。你们这边的话我还听不太懂了。我发出你也不懂，你发出我也不懂。这个我听懂了。我给打上视频，你喊我的娃子去。你可以。那喊你就发上了。何涛涛。你喊你聊这是个谁呀？你点了关了。Hello， 小伙子你好。你好。你奶奶刚刚她在问我话，我没懂。你再重说一遍，奶奶。你没法就说人家是播音真是哪里的人啊？你给哪？他说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哪里人啊？我以为他在问我是不是播音主持人。他说你是不是白银的人？不是，我是贵州的。白银是说的是播音啊。对。哇，闹了个笑话。他说你刚刚考上大学，我问你是去哪个城市念的大学，奶奶她没听懂。录取通知书还没下来呢。你准备去哪里啊？去河南那边吧。河南那边你奶奶心很好哦。确实啊。你不要怕羞于表达，你奶奶真的很善良的。我知道我奶奶很善良。报脸没上？还没呢。都累呢，那弟弟等下蛋了。完了，我根本就听不懂。挂掉我做菜好呢，奶奶。我等一会儿就做。真的好喜欢这边啊！是不是感觉我的视频来到甘肃这个地方，颠覆了很多人在人们眼中甘肃的刻板印象，就觉得一定是黄土高坡，一定是那种黄土墙。其实甘肃自东向西是很长的，非常狭长它又挨着青海然后呢宁夏、新疆，还有这个四川、陕西
等等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地形地貌非常丰富，它除了没有海洋，它什么地形地貌都有。所以我这一次来到河西走廊，很多人就是说看到河西走廊，是不是觉得也和你们印象当中的不一样？你们看一下，这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很多人眼中的河西走廊，荒漠、荒芜、戈壁滩、沙漠等等哈，这样的地方。但是看一下，这就是河西走廊，也有森林，也有树木，也有高山草甸，也有雪山，在连绵的祁连山脚下，非常的美。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一次路过这个地方，我一定到这个村子来，然后结识了这位奶奶，然后从此我就爱上了这个地方。河西走廊，说起这个名字，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第一时间想起的是霍去病扬鞭的沙场，还有那荒芜的戈壁滩。2000多年前，张骞出使西域，他的凿空之旅开启了中原与西域的往来。连绵的祁连山、沙漠驼队，都是我们对河西走廊的景观意象。啥？就是那个咱那个吃的那个小伙子打的吃了吗？就是至少是那个。哦，那个小伙子，他还没有放假吧？应该。爸爸和妈在这里呢。哦，爸爸妈妈在家里。好，我过去看看。之前那个很腼腆的那个小伙子啊，他是我的粉丝，然后就是因为他把我认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才决定到这个村子里面来拍啊。正是因为这个机缘巧合认识了奶奶。去年我说在他们家搞一只羊吃，我就是过去问问啊，看今年能不能宰一只羊。你们看一下，其实很美的，这个角度看过去真的很漂亮。远处就是祁连山，可以看见雪山的。咱们过去还是给他们带点礼品啊。那个小伙子给我安利了这么美的地方啊，你们一定得有生之年来一趟河西走廊，就在这个季节来，走到这样的小村子，拍照打卡特别出片儿。水儿，哎呀，俺又来了。你从哪来的？我从云南。从云南。对。哎呀，来，哎我去，拿着吧，拿着。你把这拿是干啥？送给你们的。哟，有抽啥的呢？你们的娃，我一直跟他联系着嘞。类似这呢。哦，对。都真多了。他们还没放假吧？有这个小娃来了。一个小娃来了。去年这对的那个小娃。哦，你们家养的羊呢？不多了。啊，那小伙子。还记得我？都是人的。真的呀？又长高了。长高嘛。哦。好，我坐一会儿。本来说看看你们，还有那个奶奶。她也在呢。啊，奶奶在。我们刚刚去她家了。知道。你们家今年养了多少头羊？3、4头羊。3、4头。哦，这么少了？去年还挺多的。去年挺多的。来晚了。我还想着找你们买一只羊做了吃，请奶奶一块儿吃饭。吃个饭了，我们又要走了。你那个羊能不能卖？小羊羔还没到宰的时候。哦，去年我说来买嘛，没吃上。你整治啥时候走啊？就今天了。今天也不知道。啊，村里面有吗？我们还买个奶有羊，能宰的羊羔子。嘿嘿。好，谢谢。本来想着啊，趁着天还早，在叔叔家买一只羊，然后宴请他们一块吃个西北手抓羊肉。结果叔叔啊打了一通电话后，都没有能吃的羊，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。这个季节的河西走廊啊，美得像童话故事里的场景。看到此情此景啊，大老远跑一趟，干脆给他们都拍一张照片，留住那祁连山的美。爷爷，不是叔，你抓着他那个手，抓着姨的手，抓着嘛，还羞着呢。来，准备啊，3、2、1，笑一个。不喝，好看，你们看一下，身后的油菜花，背后的雪山，我都看，像一幅油画一样，是吗？那我们给奶奶再拍一张。你还换了个好看的衣服，我们在那儿拍，好看。来这儿，你坐这儿，我给你单独拍一张。你看我这儿啊，我3、2、1的时候，你笑一个哈。3、2、1，笑一个。OK， 我现在先给他们把照片打印了哈。这个车是直接可以插那个220伏电源的，直接可以插的，然后直接可以跟我的各种设备供电。
咱们一边打印照片呢，给大家说个题外话，这次长途奔袭啊，我开着深蓝 G318啊，算是满足了我的一把虚荣心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一路过来回头率老高了，因为这个日照金的颜色，再加上车顶的那个射灯，还有那个小书包，简直太帅气了。我从云南过来2000多公里吧，一点都不累啊。这个车空间又大，然后还有那个空气悬挂，在高速路上啊又稳又舒服。我给他们一人打印了一张啊，特别好看，真的非常美啊，他们肯定会喜欢的。哎呀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照片没打印好，耽误时间了，奶奶，你看吃着吧，啊，他们的这个是哦，好看吧？好看着呢。好看着了啊，好，喜欢吧？喜欢。嘿嘿嘿。礼物啊，给你家送了个礼物。礼物？你自己打的？我自己给你点的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奶奶，还给我打印了这个，哎呀，太有心了。袜子那好像还给那给谁吃的那花车王的，炒菜呀。哦，炒菜哦。对于河西走廊，在我的心里，最让我向往的不是它的美，而是奶奶做的那碗面，还有那盘小菜。奶奶总说没有什么好吃的招待我，她却不知道，这碗面在我心里面是多么的美味。我看着行动不便的她，很用心给我做饭的样子，内心里泛起了一丝微微的酸楚。好，谢谢你奶奶，这个面好吃。醋啊，调上。醋？哦。我给你吃。调掉。好多了，哈哈，我们南方人吃不了这么多醋哦。黑黑的调上去。好，谢谢你奶奶。不会容易的，我有热给他吃。谢谢你奶奶。快吃。你打了多久啊3、4天就打出来了。3、4天就打出来了。谢谢你奶奶。送鞋垫儿。送那个海甸甸。海甸甸，菜拌面，我尝尝。辣子调上，辣子好吃。那个辣子调上好吃。好吃，奶奶，这个是什么菜呀？那是卤菜，白下的个卤菜。这个好吃了。你不吃吗？我吃，我慢慢吃，快吃。没几年拿着吃饭呀。他们也老给他菜呀。他们不用，他们有狗粮。他们有狗粮，谢谢你奶奶。这个菜真的好好吃，跟你们讲，你们可能看着觉得哇，这个很普通嘛，但是我跟你们讲，真的是好好吃，好好吃。好久都没有吃过这种凉拌的，蘸着白糖的西红柿，小时候的味道。我不要奶奶，这弟弟辣子东西，我不敢吃，我不敢吃，谢谢你奶奶。晚上吃了都快吃。你吃不吃辣椒？我吃辣子呢。你吃啊？我吃呢，快吃。你也快吃，奶奶。我真的不是说吃什么都好吃，不是因为饿了，我是真觉得他们这边的这个奶奶做的这个菜，我本来是一个西南人，吃米饭的人，但是这个面我可以天天吃。他吃到筷子了，奶奶。哎，坐好。就这个菜，就是这个菜。我去年来这里吃这个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好吃。他做的这个菜好吃。吃多吃少，你个人老上吃啊。好，奶奶。好，奶奶。不是，个人不。我自己来，奶奶。个人不是。太多了。都是吃饱。吃饱。必须吃饱。你放心。都尝了这个，那都是吃饱。看似简单的饭菜啊，这里面的含金量估计只有西北人能懂。在物资匮乏的大西北，这样的饭菜也是待客的最高礼仪。特别是对于一个老人而言，可能外地游客来这里啊，吃不惯餐馆里的饭菜，但是当地人做的这碗面还有这盘菜，一定会颠覆你的味觉认知。吃饱了。你先给我都装上啊。你留着自己吃嘛。我在屋里呢，我自己做上吃。好吧。这个狮子狗，是不是想吃啊？狮子狗，这盘面奶奶做了好多，她以为我能吃完，太高估我的战斗力了。这个没老大就碰碰的菜呀，不是拿回你们都不是来吃啊？带回家吃啊？拿到吃，走的不是来吃。你这个碰碰给你送个。不用吧？ 2个人就吃1顿啊。
这条腿也给你绑上。谢谢你奶奶，嗯，送了我2个鞋垫，还给我打包了一份给他知道我一会儿我要走得远，这个很像过去那个年代自己的长辈送别游子的那种。奶拿奶，回去吧。好，带着。当奶奶拿出她亲手缝制的鞋垫儿为我打包饭菜的时候，那一刻我真的被感动到了。在老一辈人眼中，出远门的人，这双鞋垫儿寓意深长；而在如今高铁飞驰的河西走廊之上，它还保留着过去的这种精神，足以表达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纯粹。这份爱远比真金白银来得更动人。我下回再来聊啊。哦，那累了呢，你就等等他那去。哎叔，你来了啊？来，正好，你看，可以吧？拍的可以吧？你看着真的两个真的的。2张。走了，奶奶我和牛玩呀，啊，我和牛狼啊。我们赶路了，下回我到这边来，我多花一些时间，对，因为今年来的，哎呀，每次来的都比较赶。我都觉得就了这个那个。没有肚子。哎呀，没事嘛。谢谢。来，闺女儿上车了，安妮上，掉。来这里，来，准备3、2、1跳，他要助跑，然后走了，奶奶走了，阿姨啊，走了，叔儿，下回再来，好，下次来。好好活好过。啊，好好活，能说上哪层？好，下回来啊。哎呀，走了，奶奶，拜拜。你们这儿太美了，走了，奶奶，走，叔儿爷啊。以前想起河西走廊的时候，大脑里全是大漠孤烟直的画面，在视觉上从未有如此充满生命力的场景，在味觉上也是干巴巴的索然无味。自从吃上奶奶的这碗面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在这片土地上最好的味道是麦浪翻过1000年的倔强，在奶奶的手里活成了温热劲道的模样。我是简小白，怀着一个炽热的心，奔向远方的星辰与大海。美好的故事永远在下一片乡土里。